锵锵三人行，这个徐晓东好不容易来了一回啊，现在是这个漩涡中心的人物，所以呢，咱们再跟他聊一集。我其实挺羡慕晓东的啊，我刚才还想呢，我说全中国有2个人红的最快，以秒红的啊，真的，排名第2的是15秒的，你排名第1的是12秒的雷政富，这12秒的，这我先问问，这个就是说，这坐了火箭，噌一下子成为这个大红人的这感觉是什么样啊？速度太快了。你是不是这几天都没睡着觉啊？每天是4个小时。天哪！就是你心里边有没有一种这种快感？就是我怎么就红了？这种我甚至想问，如果是我的话呀，我可能有快感，但我还会有恐惧感。你有没有一种恐惧感？我昨天被人家群攻，您说我没有恐惧，我现在说实话，我是有点后悔，我不能特别那么坚强给大家表现出来，我是有点后悔了，因为现在带来的好的影响没有，撑死了。我跟您说吧。我昨天我可能去了三里屯，跟同学、跟朋友聚会，去了趟跟毕思安英雄榜的毕思安，我们见个面。那是我们俩打的中国第一个 MMA， 我们见个面，我们就坐在露天那儿聊天，6拨人过来跟我合影，我说谢谢，我说谢谢，我说真是麻烦你们了。我为什么？我说你还敢跟我合影？我现在可能快消失了，都是这样。但是除此之外，我是后悔的，因为我的可能以前的所有的正常的生活和正常的收入我全没了。为什么？我不能说全没了。那你接下来有这个生财谋利的计划吗？我现在我想，但是我38年的屌丝，你让我现在红之后做什么，我乱，我不知道。好办，我清楚这事儿，咱私下里可以直接跟文涛老师签个约吧。对，我先签了你。对，哎，但是我也必须说啊，他呀。这个横空出世啊，给人的这个感觉啊，形象很复杂。比方说有涉及民间私斗，到底这个合不合规、合不合法的成分。再有一个呢，咱也得注意到舞协的这个表态。再有一个，我还是喜欢啊，把它理解成为一个，咱们这个1是1，2是2，一码归一码。就像咱们那天说的，你说今天社会，我说老潘你炒作，你出名，说这些话呀，我觉得意思也不太大，对吧？对。但关键在于呢，你打的这个假，它是不是真的假？你有没有说过头的话？比如说到现在为止，你投诉的很多个假，要照我看来，咱们这个新闻工作者的训练哈，它呈现出一种证据不够或者不足的态势。那比如说，你昨天节目里还说呢，你说这个跟这个格斗里边相比，就你说你有证据，有的是不能出示的，但是你觉得有的也可以讲。对，照您这么说，这个太极这家伙站桩啊，这么多年的这个功夫，有的人练一辈子，练几十年，完全是白练瞎练吗？不是，非常非常有用。但是站桩这事儿，我跟大家说一下，请你考虑清楚。怎么考虑清楚？请你上网搜一下所有练习太极宗师的人物，他们有几个膝盖没有伤过的，有几个换掉过膝盖的，整个膝盖全换，有几个不坐轮椅的，有部分不是全部，有几个是英年早逝的，有部分不是全部。我这个说话可能得罪了大部分人，我再说一遍，我只让大家去求证，我徐晓东没有完全的去否认。你们说很多求证的问题，对吧？对。好，我就说一个问题，我是不是跟雷公打了？我请问，打了。那么雷公他所谓的那些长着雀不飞啊，那种神掌一下把希望能打烂了，那么各种各样的问题迎刃而解，大家都看见了最后的结果。所以在我眼里，我是个屌丝，我只希望说迅速的用我最快的方式求证一个我认为的一个虚假的结果，其他的那个禅学呀、阴阳这那的，交给2位老师去办。但是我觉得你这个捅的马蜂窝可大了，就有点麻烦了。为什么呢？因为呢，目前争论的焦点还是说啊，太极它实战的部分灵不灵，对吧？对。但是基本上对太极承载传统文化，对太极强身健体，这个似乎是没有疑问公认的啊。但是他现在所投诉的这个事儿啊，你等于甚至是在怀疑太极拳强身健体对人体健康的这个作用。哦，这个是这样，我只是怀疑膝盖练坏了。我只是怀疑，因为我没练好才会练坏，还是说太极这种技术有可能把膝盖练坏？那陈小旺算是大师级的人物吗？但是还有一个说法啊，就是所有的1级运动员至少都是3级伤残。
就是3级残疾人士。那我就是也可请问一下，能练功这个太练的极拳它以柔克刚，它的很多动作它不像我们呀，以爆发力为主啊，以打人，我们肯定会有很多伤啊。对，我觉得最主要的问题还是赶紧把那个龙武老师啊，你那个事儿给求证了，这个是正事儿。当然了，咱们这个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对吧？比如说，严格来说，这个陈小旺老师的这个膝盖是吧，也不能说练太极拳的大师他自己对不会得烦人的病，他有很多种办法，他膝盖出问题。对，也不见得是因为练的这种功夫膝盖出问题，这个大家可以继续进行科学的分析和验证啊对。但是咱们还是回到这个题目，就说这个格斗啊，传统武术。你看啊，我那天还听这个老梁那个视频，他原来办过这个武术杂志，他就是他就说呢，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这世界上啊，打人的东西都是相似的，骗人的东西套路不同。那照你看来，打人的东西都是相似的吗？那如果这样说，泰拳有打人的技术，这都是他们本国的这个传统格斗术。跆拳道也有他打人的技术，这和你所说的现代格斗之间是什么关系？他说的没错，就打人的技术都是相同的，确实没错。那柔道打人的技术和你这个泰拳打人的技术怎么柔道是相同？是摔人的技术，泰拳是打人的技术，不一样。一个是打，一个是摔。摔是把对方的重心破坏掉，用身体破坏掉的支点重心倒地。那么打拳是给人家脑部造成伤害之后，让对方瞬间小脑失去平衡能力，倒地失去知觉，叫 KO， 不一样。哎，我问一个题外话啊，你是不是因为这个从小啊，这精力比较充沛，也爱打架，所以呢就迷上了格斗这门艺术，因为这门技术吧啊？因为我没有其他的强项。就是进入格斗这个舞台啊，是打出来的，还是说进体校对吧？是先去体校。体校分的科对吗？是你一开始学的我现在摔跤吗？不敢聊了，因为哦，对，我连我的名字都不让我什用。刹海不让提了。哎，你看你现在其实也是上岁数了，那么你敢于在上边打，你不怕输了吗？不怕呀，我都38岁、39岁的人了，我跟这些小伙子打，第一我为什么要输，为什么要赢，无所谓了。我上去的原因就想印证一下，我是一个武痴，60岁、80岁的人有武痴，那么我还能到没有走不动道的时候，我还能上擂台，在这个时候，我就想真的是全国我体验体验各种各样的大师的功夫。比如说太极的王占军，我们知道他的散打成绩也很好啊，他没有散打成绩啊，他不是打过吗？他是武林大会，那是不打头的，一切不打头攻击的，打胸腹类的那都不算是真正的搏斗及技术，哦，那只能是推手的演化。他没有经过，比如说去国外有一个搏击的什么某项赛事的那种考验。没有，国内也他可以。这个武林大会实际上是一个自己定规则的。武林大会的规则就是什么？武林大会的规则就是不打头。但是我跟大家要说的就是，如果你搏击是不是首先我说再不好听点啊，搏击武术是什么？保护自己，伤害别人，是伤害别人。可是你要伤害别人，第一点大家都知道，打人不打脸啊，什么意思？你要主要是首先要攻击对方的头部，这是关键的。可是这里呢不让攻击头部，武林大会当然也不让踢裆插眼了。那如果这样的话，你传统武术你除了推手、摔跤，再踢腿。没别的了，但是你推腿的力量和你的速度比起来，力量比拳头大，但是你的速度呢肯定比拳小，所以相对来说杀伤力就小。所以武林大会它严格意义上来讲，它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搏击大会，武林大会真的是一个自己的圈儿、自己的规矩，找自己的人来玩。那么王占军他最后赢的都是他自己的徒弟。那照你说的这个有些格斗比赛，你认为有一部分是涉嫌造假，那个造假是怎么造呢？哦。这个是全世界都有这个造假，比如说某峰的一个比赛，一龙跟波球的比赛，很多说都一龙啊赢了什么的，波球输了，或者说其实波球这个后来一龙赢了，波球就来回倒。但是我要说的是，其实那个很多有假，什么意思？以波球的实力，我认为 KO 一龙没问题，这是我认为。但是他要表现出来跟一龙要玩命的打，有几点。首先大家记住了，这个比赛首先是有广告费的，是有广告牌的，是有进广告的。您的节目是不是有广告？对 ，OK， 我们也该去广告了。进入广告了。这个拳赛你1分钟之内就把对手打败、打倒了，哪个赞助商再给你上节目？为什么呀？我打完了比赛结束了，我们这 logo 还没摆上去呢，还没给大家看呢，什么都没有呢。所以很多都是有内部协议的。什么协议？你多打会儿，你就是实力强，你也是第3回合给他 K 了。你多打会儿，你让我第3回合举牌女郎上来，第1回合是什么药业、什么车，第2回合是什么地产、什么商场，这是有根据的。那么你现在就是波球跟一龙打，一龙是什么？是某峰的一个台柱子，他不能输的。
或者他输的话也不怎么不算呢？怎么办？就是跟应龙说，跟波球说，我给你比如说我给你这么多钱，我说的是比如，好吧？那么你去打，打赢了也这么多钱，打输了也这么多钱。但是你要记住，你要打赢了，你把我们对手给打伤打赢了，以后哪个赛事中国赛事还请你来打。但你打输了呢，你还这么多钱，有的是赛事来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是名气大，波球你世界级的冠军，我们一龙是国内的，那麻烦你，那是我们捧的偶像。3回合你不要给他 KO 了，你要可以打，但是不要给他 KO 了。最后我们还是判你赢就行了。就像窦老师是这样，我现在出拳的速度变，一下就打过来了。窦老师一点反应都没有。您是没有反应的，什么意思？就是大家一看我很快要打您了，但是包括我这个胳膊，包括啪的一下贴住您的时候，大家以为我特别狠呢，其实我到这儿已经收力了。但是我眼睛保证了，我要打死你，我要打死你。其实，真的是擂台，他那个比赛，就是那一场啊，其实就是一个小型的电影，在演电影。这个是您们相对来说，您们这个圈儿是看不懂，但是我们这个圈儿大部分人能看懂的东西。这个我们需要更多的证据，包括这个反对方，我也希望有人能够驳斥他啊。但是这是他个人的一个表态啊。因为世界上的这种搏击赛事、竞技赛事和拳击赛事啊，它实际上是现代娱乐业和现代电视业给催起来的。它其实要服从这种规律要求。就是说，假如都说中国的武术大师打不打得过泰森，对吧？但是咱问题这么问：假如说中国有个武术大师，他像泰森一样强壮，他打的拳能像泰森的力量一样大，但是他又练过太极拳，那么他打泰森的时候是不是能够打过泰森？他练不练过太极拳没什么意义，但是他前提之前全有之前这些东西的话，他很有可能打过泰森。那你真的是把这个传统武术的技击，哎，难道你真不相信有这个各种各样的劲道内劲儿吗？有啊，有。但是你问题是，你在我身体的这个位置打那个劲劲儿什么的，你比赛你用不出来。您听我说，我要打您的是我移动当中打，我不能说你看我鹰爪铁布衫吧，哈，你来打我来，我不说话，动，没有这样，人家推推搡搡突然就给你一拳了，也就是说。那些动作在理论上都是对的，刚才您说的都是对的，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实际的搏击过程当中，不可能。就像什么，我说一句话，电影里的漂亮的功夫，那都是活在电影里头，实际上打架没那些东西能出现，实际上打架很难看。但是为什么大家还有那么多功夫影星还要是拍电影呢？因为有票房。老百姓就赤手空拳，我打你几拳的就能卖上亿票房，老百姓没人看，老百姓觉得这神奇。但是你比如说这个，他有些训练，因为武术毕竟是导源于这个当年的战阵或者是格斗啊，他在当年有实践，就是冷兵器的时代，他应该是管用的。我想说2件事，说这2件事可能又好玩，但是第一件事吧，首先我没有完全否认传统武术，我的教练，我的磕头进的门的师傅是梅辉士。梅慧智是北京的一个散打界的泰斗，但是他呢，同时又拜在了摔跤和八卦掌的门下。也就是说，我其实是算八卦掌、摔跤、散打底下的一个弟子。我在北京见过大成拳，打过。虽然最后相对来说输的比较多，对散打之大，但是他是一个很能有实践价值的传统武术。我见过的，我就跟您说，我没见过，不能胡说。通背拳，我见过那老师跟我聊过。拳击跟通背拳的结合，就像您说的，真的有一定的发展。我可没说太极啊，我说通背呢。那么，这是真事儿，这是我在北京大学见的。没完，是一个门派在挑另外一个门派。不是，搞乱他们。我在北京大学见过那马云芳老师，他是一通背拳的嘛。还有什么？比如说还有咏春。其实咏春我说一下，咏春在几十年之前，它是一个不入流的小传统。它真的是一个女人发明的打架的拳，它不入流，郑家大派都看不起咏春的，号称女拳嘛。对，但是哎，这个真的咱们要感谢甄子丹，不要感谢李小龙。为什么？因为人家李小龙不是说完全学习咏春。原来我对咏春的观点我是持否认，但是我自己有赛事叫传承出击，我是在全中国办，我不像江华、郭晨东什么勇士的荣耀啊什么的这样的那么牛，或者昆仑决什么的高大上。我是民，我在队体上怎么办？我就把厨师、司机、个人企业者，没事练健身房想打拳的人，哎，你们想打吗？来我这个打，我就给大家圆了一个格斗的梦。我不挣钱，我就这样一个梦。说那通背，咏春，你还要听这个？对。那么咏春通背还有，我说实话，咏春是我的各个这个比赛的每个城市嘛，包括广州、深圳，咏春很多，还有四川什么的，真报名。我说你们咏春真报名啊？报名啊！我说你们可不戴拳套，戴五指套，那可打得很，我们就打得很，来吧，上去比赛。
10场比赛输了7场，赢了3场，但是我下来给他们鼓掌，满脸都是血。但是教练，我知道我该回去怎么练了。我一下子哇，传统武术他们有很聪明的人，他们真的一直想跟现代搏击走结合，要结合到现代搏击。所以咏春现在和截拳道也是，截拳道我也见过，其实挺像的啊，但是他也是在走结合。所以我跟大家说的是，还是这点，我没有打传统武术，我打武术当中的假。你比方说啊，说所谓内家拳，所谓太极拳，你比如按照咱们小时候啊这个迷恋的那个幻想来说，我觉得不是没有一定道理。比如说一个人他一直在练，他对这个力啊有非常的敏感。比如说就说咱这4两拨千斤，比方说你这个整个身体惯性来，我顺势这么顺着你这么一带。我这一带，我这啪叽就不就把你脚底一半，你就一跟头，这是不是？这是当然我理解很浅显了。哎，这是不是这么一种以柔克刚？算，但这种以柔克刚是没用。什么叫没用？我那么大的劲儿，你把我推过去了，回来我继续推你。我总有把你推一边的时候。就像什么？就像一个10岁的一个武术的冠军，10岁的武术冠军跳起来好多腿啊，特别厉害。10岁，就这个高度，就这个体能。你跟一个别我这样了，就跟一个稍微比他高大点20岁、30岁年轻人抽大嘴巴，那10岁孩子一点用都没有。他动作全对，但是您一定要结合他的身高、体重、爆发力各个方面。这个就说到了是咱俩昨晚上聊的那个哈，就是为什么他是给了这武术的一次机会，就是自我提升的机会，就是武术没有引入现代的这个力量、速度、耐力，就这种训练的这叫手段或者原理，那他就没法完成自我革新，被你打来打去的。我说他实际上对现代武术，他会有一种这样的机会，说我们真的打不过他们，那我们这个形意门，我们八卦门，我们要不要练长跑？我们别蹲马步了，我们天天10公里，可以，这个会好。其实现在太极